我最近做了几次雪花酥，带给朋友们吃，获得了一致的好评。有好几个小朋友都表示是他们吃过最棒的蛋糕。今天记录一下我的做法，分享一些小经验。这些呢就是我需要用到的原材料，上面这一排是必不可少的，这个是奶粉、棉花糖、小饼干、黄油，底下这一排都是可以选择的，就是自己可以替换一些别的东西，葡萄干、杏干，这个是可以增加一点果仁的香气。可以用开心果，这次试一下松仁，用的时候可以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烘烤一下，它这样有那个果干的香味儿。然后这个是最后包装用的，因为它很黏嘛，我就拿了这个糯米纸，就是那个大白兔软糖包裹的那一种纸。这一小盒我是在亚马逊上买的，大概10磅多，有一点贵，但是用的还挺慢的，感觉这一盒可能得有1000张吧，所以单价还是挺便宜的。关于工具呢，你首先需要一个小秤来量这各种重量，然后需要一个不粘锅，这个我刚刚洗干净的，然后一个硅胶铲，因为那个很黏，所以用硅胶铲会比较容易。最后定型呢，就是需要这么一个容器，这个任何容器都可以。我这个是宜家买的一个托盘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多功能的。我一般是吃火锅的时候会用它来装菜，我觉得特别方便。然后这次做这个雪花酥，拿它定型，我觉得也很好用。然后这么一个容器，我大概是放2包棉花糖和2包这个小饼干的量是正好的，还需要一个一次性的手套来进行操作。第一步就是先称黄油，我这么多呢，大概是需要120克的黄油，但我这次想稍微减一点，所以我想试一下100克行不行？我来看看这一坨，38，因为这一盒就剩这么一点了，所以我就全刮干净了。大概107克，如果这次 OK 的话，下次就会再减一点。我听说是黄油少的话，会最后成品会比较干。葡萄干1份的话放40克，所以我这次放个大概80克。我剩的不多了，只剩36克了，那我就多加一点这个杏干好了。葡萄干其实很提味儿，它因为它有一点酸味儿，所以还是挺重要的。这个杏脯比较大，我会把它减小一点。我现在在烤那个松仁，我现在把饼干处理一下。主要呢就是它饼干是一整块的嘛，我现在把它弄碎一点。我上一次呢就偷懒没有弄碎，然后最后压的时候就特别的费劲儿，大概成大块就可以了。瑞兹小饼干在Sainsbury买原价是1磅4，然后打折的时候能到1磅25。然后我昨天在 Costco 看到特别便宜，5磅多，有6包。大家去 Costco 的话，可以顺便买一点这个小饼干存起来。这些奶粉是要加到那个里面的，然后这一些呢是要撒在这边防粘的。我今天撒的稍微有一点多，不过那个东西真的很黏。先起锅加热，把这个黄油融化，基本上融化有个底儿了，就可以放棉花糖了。耐心的让它这个化着，大概1分钟之后吧，就融化成这个样子了。这个硅胶铲的好处就是，你看这边就可以完全的看它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把奶粉倒进去，搅拌的过程中，它那个棉花糖还在继续化。哇，这个好吃是好吃，但确实有点肥。所以我就是每次做的时候，我都会分一点给朋友，不能我一个人长胖，对吧？这个地方要让它融合的均匀一点，然后再开始放果干那些，这个地方就不能马虎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关火之后，迅速的把其他东西倒进去，给它稍微拌匀，然后再把那个饼干放进去。哇，闻到一股热乎乎的棉花糖的味道，好香啊！这个时候真的是黏到怀疑人生。那我这个比比呢，你看像这样，最后它每一片基本上都是能沾到棉花糖的。一定要在锅里把它都拌均匀了，再挪到容器里面。我上次就偷懒，没有在锅里弄匀，然后弄到容器里之后就很难再继续处理下去。所以这边这一步一定要多拌一拌。就真的是看着它，每次都觉得怎么会这么黏？怎么会这么黏？没关系，不要慌张，最后它们都会 OK 的。然后这个锅泡一泡就洗掉了，稍微整形一下之后，就开始要戴手套给它压瓷实了。我稍微等了几分钟，让它不要那么烫，然后就是按一按，把它按下，按成一坨饼。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手套会非常非常的黏。就这样按几下之后，它就会平整了。但是这个手套真的是太黏了。如果有时间呢，可以让它自己在这边慢慢放凉。不过我今天想赶时间，所以我把它放冰箱里盖一下，然后到冰箱里面迅速给它冷却。我现在冻了2个小时，还是稍微有点没有冻瓷实，应该会更瓷实一点的。
因为我现在急着去朋友家，所以就先切一些。切的时候呢，大概就是跟这个糯米纸比它稍微短一点点，大概这么长。